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知定讲堂的启蒙论坛，我是郝广才。问你哦，坏人有没有信仰？信徒有好有坏，搞不好坏人信更深，拜神念佛更拼命。哇，坏人信神还敢做坏事？坏人自以为聪明，相信神好骗；坏人自以为可爱，相信神会原谅他。坏人以为有钱能使鬼推磨，神佛也可以用钱买通。可是地狱又没有市场，钱去哪里花？神佛神通广大，佛法无边，怎么会要你的钱？因为人把天堂、地狱人性化，把鬼神当人看。其实信仰是大道至简，不用装神弄鬼。你知道奥卡姆剃刀吗？我知道，就是可以用更少资源完成的东西，就不要浪费更多资源。在所有条件相同下，应该选择假设最少的解释。两个相互竞争的理论，如果做出相同的预测时，简单的理论比较好。如无必要，不得增设实体。这就是大道至简的奥卡姆剃刀论。但我不知道奥卡姆是谁。奥卡姆不是人名，是地名。以前在修道院，修士等于出家离开家族，所以不称姓氏，只叫名字。同名很多，为了区分，把地名加在人名前面。你叫威廉，出生在奥卡姆，就叫你奥卡姆的威廉。剃刀论的创始者就是奥卡姆威廉吗？对，1328年5月26日，奥卡姆的威廉在亚维农从监狱逃跑，逃离教皇的控制。教皇为什么监禁他？他干了什么好事？他在英国奥卡姆出生，当时修士才能读书，配谈学问。在当时，大学只有教神学和法学，这两门学问的基本课是逻辑。奥卡姆逻辑超强，外号叫辩不倒的博士。当时修士有很多派系，奥卡姆加入方济各会，他们尊奉圣方济的言行，准则是不要为自己保有财产，将自己完全奉献给耶稣，耶稣才能完全接纳你。他们不是强调苦修，是坚持要简朴。奥卡姆用逻辑论证，指出教会应该用钱帮助大家，不应该拥有钱。教皇主教更不能用钱来享受，当权派很头痛，思考要怎么处理他。那叫他闭嘴，不闭嘴就让他被消失。这怎么可以？那是野蛮人干的事。文明人要以理服人，因此教皇找牛津大学校长带头批判他，指出他有56个错误言论，还命令他到法国亚维农由6个神学家组成委员会来审判。如果他肯认错，就给他机会改过。现在你来演审判官，我来演奥卡姆威廉。你为什么大不敬污蔑教皇，不遵守耶稣的道？因为耶稣没有财产，使徒也没有财产。现在教皇有太多财产，这是对耶稣不敬。耶稣用5饼2鱼喂饱5000人，把水变葡萄酒。我们没有耶稣的全能，但我们要效法神迹，帮助人们生存。教会如果没有财产，拿什么帮助人呢？我是说，教会应该使用财产，但不应该拥有财产。有钱与用钱不一样，你没听懂啊？亚当在伊甸园没有生存问题，但被上帝赶出后，他必须靠财产生存。财产权是神恩赐人的权利。亚当离开伊甸园成了普通人，普通人拥有财产是天经地义。但教士没有生产，普通人捐出生产赚的钱是委托我们使用，不是给我们占有。有人给我2个面包，我就分你1个；给我1个面包，我就分你一半。我不能拿面包去卖钱，说这是我的钱。没有钱怎么盖教堂？没有教堂怎么做弥撒？
盖教堂的钱是大家捐的，所以教堂是大家的。国王和平民在教堂是平等的。教堂能说只有国王可以进来吗？教堂也不是教会的，是托给教会管理。教士是管理人，不是拥有者。一样道理，仪式越简约越好。如无必要，莫增实体。我们不应该过度寻求祈祷，而应该寻求成为祈祷。你这是诡辩，是魔鬼的伎俩。你们不讲逻辑，找不到真理。定死耶稣的不是魔鬼，是头脑混乱的人。教皇明明错了，死不认错。找你们这个搅屎棍来乱搅，把水搅混，假装深奥。这样的教皇不是圣座，而是异端。你忘了你在宗教法庭吗？我有什么好怕的？凡是与神联合的人，就得到3大特权：无权而全能，无酒而醉，无死而生。你不能偷没有钱的人，你不能毁坏讨厌威望的人。太厉害了，我辩不过你，奥卡姆威廉。一群学者跟他辩论4年，辩不过。他威胁利诱都不吃，讲道理讲不赢，只能动手脚。那怎么办？让他被消失，人间蒸发？幸好暗地有很多支持者，帮助他逃离亚维农。他坐船逃到比萨，见到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。皇帝和教皇争权夺利，但不敢公开和教皇冲突。所以皇帝保护奥卡姆威廉，用这张王牌打击教皇的权威。对，奥卡姆跟随皇帝来到慕尼黑，他并没有成为什么主教掌大权，而是专心写书，不再写神学议题，专写政治。为什么是政治？他看透问题的核心是政教要分离，国王代表世俗权力，教会是精神权力，两者没有从属关系，而是平衡互补。上帝的归上帝，凯撒的归凯撒。我要是君王，我也喜欢。但君王没看懂，再让他推论下去会动摇君权。他推出最早的社会契约论，教宗是由主教会议选举，权力来自主教，没有信徒就没有主教，主教权力来自信徒，所以全体信徒才是信仰的主权者。教皇和主教是权力的保管者。那君王呢？君王由主教加冕，主教不把王冠放在他头上，他拳头再大也不合法。设立君王是保护人与神的约定。人与神有什么约定？亚当代表人，他被赶出天堂，代表人的堕落。人在堕落后，神给人财产权，求生存，给人自由，增加财产。财产和自由早在有国家以前就存在，是神与人的约定，是天赋人权。但人一多，自由与自由冲突怎么办？所以需要君王来治理，让人和平地拥有财产。所以君王来自神与人的约定。宗教是来帮助人从堕落升华，不是来治理。所以奥卡姆剃刀论讲的是不故弄玄虚，不装神弄鬼。对，人有理性的思考规则，才不会在欲望与恐惧间摇摆，陷入迷信。但剃刀可以刮胡子，也可以抹脖子、割手腕。蠢材都不会独立思考吗？是的，蠢材怎么讲都不听。蠢材与天才一样，坚持独立思考。我就笨，不可以吗？人没有愚蠢的权利吗？你笨，你蠢到以为生病拜神念咒就会好，那你病死活该。但如果你的小孩生病，你不带去看医生，只拜神念咒，小孩出事，你有法律责任。你蠢到破坏别人的权利，那你没有愚蠢的权利。我懂了，蠢但自己蠢。
我管不了。但蠢蛋破坏我的权利，我要把他赶出去。哈哈哈哈。